这一期我们介绍一下采样跟踪。什么是采样跟踪？采样跟踪的功能类似于示波器，在程序调试和诊断的过程中，它是一个非常实用和有效的工具。有时数据的变化是一闪而过的，不容易看出产生的影响。该功能可以把程序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过程数据记录下来。比如在运动控制过程中，我们可以采集命令值、状态值、电机的速度、位置、扭矩、角度等数据。通过对这些数据的一个追踪记录，可以清晰的看到系统运行的整个过程。我们也可以通过对这些数据的一个跟踪，一个轨迹的跟踪，我们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分析。采样追踪提供了跟踪配置和跟踪对象两个插件，可以对 PLC 中的过程数据进行录取波形，类似于示波器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通过设置触发信号对数据进行一个采集。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如何添加采样跟踪。我们打开软件，左键单击应用，然后右键选择添加。这里有一个跟踪，我们点击跟踪。点击完之后，这里有一个跟踪的名称，我们可以给跟踪起一个名称。这里我们也默认名称为例，点击打开，然后点击配置。我们要给跟踪配置一个任务，我们点击 main task。为什么要给它配置一个任务呢？这里有一个 main task， 我们只有把跟踪配置到 main task， 把跟踪配置到这个任务上面，那么跟踪才会运行。如果没有这个任务，那么跟踪它是不会运行的。点击确定，然后这里有个添加变量，我们点击一个添加变量，我们选择变量，我们点击添加变量之后呢，它就会跳出来输入助手。我们点击这个添加变量，添加变量之后呢，点击这个变量后面的三个点，它就会跳出输入助手。输入助手里面我们可以选择相应的变量，这里是应用，也就对应到这里的应用。我们点击加号，然后点击加号，点击这个程序2，也就这里的程序2。我们点击程序2里面的功能块1里面的变量双击这个变量，它就会选择了，然后点击确定。这里的图表颜色指的是什么？就是一会儿这个轨迹的一个颜色，我们选择蓝色或者其他的颜色都可以。线型也就是轨迹的一个线型。这里我们打勾，打勾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临界下限和一个临界上限。如果这个变化的曲线或者是数据达到了临界下限，那就会显示选择这个颜色。如果它达到了这个临界上限，比如我们输入89、88，那么如果数据大于80呢，它的曲线的颜色就会变成红色。这里我们不再勾选，我们点击确定，点击编译，编译无报错，我们将程序下载到仿真器中。双击右键，点击右键，然后选择下载跟踪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轨迹在运行。我们退出，我们可以对它的颜色进行一个改变。
改为橙色，确定，登录到。进入程序2，进入功能块1，这个变量在变化，这个变量变化。那么这个跟踪里面的这个轨迹，也就是跟着这个数据变化。触发变量，触发变量就是，什么是触发变量呢？我们这里直接打开软件进行介绍。我们这里有一个跟踪，我们点击配置，点击配置之后呢，我们这里有一个触发，点击这里的启动触发器，点击这里的启动触发器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变量，我们选择一个变量。我们选择一个布尔型的变量。配置任务，配置到 main task 下面。然后这里面有3个选项，这3个选项是什么意思呢？这3个选项就是，比如说我们选择的这个变量，它是一个布尔型的变量，那么它只能对这2个项目进行一个设置。这里有正、负和兜。正呢，就是说这个变量它产生一个上升沿，它产生一个上升沿之后呢，我们才会对数据进行一个采集，我们才会对相应的变量进行一个采集。这里选择一个负的话，那么这个变量产生一个下降沿之后呢，我们才会对添加的变量的这个数据进行一个采集。这里是兜，如果选择兜的话，它产生上升沿和下降沿，我们都会对数据进行一个采集。这里的触发器采样，如果我们选择比如我们可以设置25%。25%的意思就是说，这里25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采样之后，我们这里产生一个，我们这个数据产生一个上升沿，我们就会采样数据。我们采样数据呢，就会采样怎样的一个过程，采样一个怎样的一个范围呢？这个范围就是在这个变量产生上升沿的前25%，这个变量产生上升沿的后75%，这一段范围我们就会记录这一段范围的这个数据。那么这里我们是选不了的，因为我们这个变量选择了一个布尔型的变量。对于触发性水平是个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，触发性水平，当使用模拟量作为触发变量，在此处定义该变量为多少时可以产生触发事件，可以直接输入一个数值，或者是变量定义该数值，默认值为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里如果是我们的变量是一个模拟量，是一个其他数据的一个数据类型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触发器水平进行一个设置，比如说设置600，那么我们的模拟量变量大于600的时候就会记录数据。那么什么是记录条件呢？记录条件，此处可以输入一个布尔型的变量，一个数值或一个布尔表达式，如果该条件为真，那么就会启动跟踪采样。我们这里就以一个布尔量的数据为例，选择上升沿，这25，点击确定。我们添加一个变量，选择这个 int 型的变量，点击确认。下载。
我们将程序下载到了仿真器之后呢，我们点击启动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FB 没有在运行，数据没有变化。我们回到 Trust 里面，右键选择下载跟踪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数据没有在变化。我们现在回到程序2里面，对这个变量进行一个赋值，写入值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黑色的竖线，那是因为我们这里配置了一个变量，这个变量就是这个变量。当这个变量为上升言的时候，它就会启动数据的一个记录。这就是触发器的一个介绍。数据的这个保存，也就是这个轨迹的保存。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轨迹的这个保存。我们可以右键单击，然后选择保存跟踪。这里有3种形式可以保存，我们保存到桌面。这里是第一种格式，点击保存。我们也可以看到桌面有一个 trace 这样一个文件，这个文件我们可以通过 Smart Control 软件进行打开。我们可以通过 Smart Control 软件打开这个 trace。另外一种形式，点击保存，可以保存为 text 文件，选择桌面。我们可以看到桌面有一个 text 文件，还有另一种格式可以保存。我们可以看到桌面多了一个表格，这就是跟踪轨迹的一个保存。